从中国首都北京出发，向北500公里，就可以来到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。冰与火的力量，在这里造就了举世罕见的地质奇观。无数生灵在这里建立了生死依恋的家园。 在这个拥有山岭、草原、湖泊和沙地的广阔世界中，干旱与湿润，丰饶与贫瘠，严酷与温和，考验着所有在这里繁衍的生命。这就是克什克腾，一个在不稳定的环境中，生命如何得以延续的故事。 在温暖的夏日阳光下，浩瀚如海的达里湖进入了丰水期。所有在克什克腾繁殖的鸟儿都要抓紧时间，不仅要抚育幼鸟，还要完成一项重要的事情。从出生到成熟，鸟儿要经过多次换羽。 即使是长成成鸟，也要定期更换羽毛。换羽的时候，它们将暂时失去飞翔的能力，进入危险时刻。面对危机，善于水中生存的雁鸭类逃向达里湖的深处。借助航拍，我们发现了鸿雁的踪迹。 脱落的羽毛飘满水面，大群的鸿雁开始聚集了。在这座大湖中，每种雁鸭类都有固定的换羽区域。这里不仅陆地上的肉食动物无法接近，即使有敌人从天空来犯，它们也有办法瞬间消失。难以想象，如果没有达里湖的庇护， 鸿雁如何才能度过这个艰难的时刻？生活在草原和沙地里的鸟类竭尽全力，利用各种办法来隐藏自己。身高接近1米的大宝，只有依靠长高的青草来隐蔽行踪。 湿地中的芦苇为白枕鹤提供了最好的掩体。公鹤探头探脑地观察着周围的情况。达里湖诞生于火山与冰川的力量，气候变迁，湖水退缩，把它由一座外流湖变成了内流湖。 幸运的是，它没有像其他干旱地区的湖泊一样彻底干涸。1万年来，鱼来了，鸟来了，人来了，它们在这里接受生存的挑战，并且享受着达里湖的恩赐。达里湖支撑起了一个繁盛的生物世界。 但是它自身却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，在人口增加、农业进入和降水稀少的大背景下，达里湖能否避免走向干涸的命运，
克什克腾的自然王国能否永续保存？到了8月底，天空中出现了梭羽鹤的身影。它们最早出现在这里，这是因为它们的迁徙旅途最为遥远。梭羽鹤在天空中盘旋着，等待人类给它们让出一块空间。忙完了地里的活，农民们终于打道回府，梭羽鹤这才接管了这片土地。在鹤类家族中，梭羽鹤的体型最为娇小，脸颊上随风飘动的白色羽毛是它们最显眼的标志。它们因此拥有了一个美丽的名字——龟袖鹤。仅从名字判断，人们无法想到，这种貌似柔弱的鸟儿，其实有着极为传奇的身世。夏季，梭羽鹤生活在草原地带，越冬地却远在青藏高原南面的印度平原。它们每年不仅要经历长达6000公里的迁徙，还要翻越平均海拔超过6000米的喜马拉雅山脉。达里湖的存在，也许是大自然给予梭羽鹤最为厚重的礼物。这里不仅水源充足，而且还能提供一种意料不到的食物。达里湖东北方向上，最为显眼的标志物就是嘎松山。过去在这里种植小麦是不可想象的事情。最近20年来，气候转暖，无霜期延长，原本只是分布在克什克腾南部地区的耕地，不断地向北延伸，一直来到了达里湖边。正是收获的时节，农民收割之后，散落一地的麦穗和麦粒，为梭羽鹤提供了高蛋白养料。草原变成农田，不仅仅是因为气候的改变。克什克腾的南部与燕山山脉接壤，年降水量400毫米的农牧分界线正好从这里经过。干旱与湿润的分野决定了生存方式的差异。从这里向北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世界，向南是精耕细作的农业王国。暮色把乌兰布统峰染成了一片红色，让人遥想起300多年前的那场战争。公元1690年，康熙大帝指挥清军与蒙古准噶尔部的首领噶尔丹，在乌兰布统峰下展开了一场决战。噶尔丹最终败走漠北，清王朝从此控制了蒙古高原，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实现了中原王朝对东亚农耕区和游牧区的统一。一马平川的草原上，黄色的麦田与绿色的草场交错分布，这就是典型的农牧交错带。干旱地区发展农业会导致土质退化，加快沙化进程，而灌溉农田又会导致河流缺水，让草原变得更加饥渴。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。不过农田的出现却是候鸟们的惊喜。密密麻麻的梭羽鹤全面占领了麦地，在迁徙之前，它们要尽可能地增加能量。每年秋天，聚集在达里湖的梭羽鹤估计在2万只以上，它们把麦地打扫得干干净净。
鸟类拥有很高的新陈代谢效率，麦穗被迅速转化成优质的肥料，回报给麦田，让这块并不肥沃的土地明年获得更好的收成。大兴安岭脚下的冬季牧场里，牧草已经长了一个夏天，这是牧民们为牲畜准备的过冬口粮。入秋之后，恩和一家要赶紧为过冬囤积草料。老父亲亲自出马，恩和驾驶拖拉机负责收割。老大保因特古斯开动打包机捆扎牧草。今天的牧马人也是技艺娴熟的驾驶员。打包机把牧草压缩成一个个像罐头那样严实的垛子，便于运输和储存。当然，如果自家牧草够用，富余的草料还能卖出个好价钱。达里湖的湿地边，白枕鹤开始集结。红白相映，姿态优雅的白枕鹤是湿地中最耀眼的明星。他们的美好生活足以证明达里湖周围的湿地得到了很好的保护。几个月前，刚刚出生的小鹤还在蹒跚学步，如今小鹤的身高已经接近父母。但他们还得靠父母喂养，飞翔的技能还得磨练。被梭羽鹤的喧闹声吸引，白枕鹤也来到了嘎松山下。两种珍贵的鹤类终于在麦地里相逢。农民收割，牧人打草，鸟儿们埋头进食。草原用一个季节的绿色，支撑起了克什克腾的生命轮回。达里湖的滩涂上出现了第一轮大规模的鸟类集群，它们属于克什克腾体型最小、数量最大的玉类家族。身小腿短的红胸滨鹬只能在浅水地带寻找食物，好在这里的滩涂是如此平坦，它们的身影布满了水面。黄昏时分，在麦地里填饱了肚子的梭羽鹤纷纷飞回达里湖。北河口一带是河流与湖泊交汇之处，它也是达里湖为鸟类提供休憩饮食的5星级大饭店。
这里食物资源丰富，水面开阔，水深却只有0.3米。候鸟们在浅水里集群过夜，既温暖又安全。漆黑的夜幕中，鸟儿的鸣叫声此起彼伏，彻夜不息。如果不是通过红外镜头，几乎无法发现有几十万只鸟泡在水里。清晨，太阳还没有升起，北河口又变得喧闹起来。鸟群排着各种阵型，飞向达里湖四周，去寻找它们各自心仪的食物。如果我们以达里湖作为圆心画一个圆，你会发现在周围数十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，达里湖是唯一一片像样的水域。它周围的湿地、沙地、草原和麦地为候鸟提供了广阔而又丰富的生存空间。根据鸟类学家的统计，常年经过这里的候鸟有230多种，它们在这里补充给养、学习成长，并且获得迁徙的力量。在自然界中，大鱼吃小鱼的故事总在上演。麦地招来了梭羽鹤，它的天敌也会尾随而至。草原雕是嘎松山一带的顶级捕猎者，面对如此众多的捕食对象，岂可轻易放过？擅长隐蔽出击的草原雕需要寻找机会。一旦发现落单的梭羽鹤，就会伺机将其从空中击落。鸟类大规模集结的好处就在于，它们可以拥有无数双眼睛。草原雕的异常举动立刻被发现了，急促的警告频频发出，这是紧急起飞的命令。鹤群立即起飞了。草原雕捕猎依靠强大的翅膀，几乎没有别的鸟类能承受它的重击。梭羽鹤也有自己的策略，两只鸟群慢慢汇拢，组成一支较大的队伍。飞了一小段之后，它们又落下来。原来，它们是要组成一支更庞大的鸟阵。雕被裹进了梭羽鹤的空中编队里。在这种密集的飞行集群中，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。每只梭羽鹤都用最大的力量和最快的频率鼓动双翅，产生微弱的上升气流。数千只梭羽鹤所产生的气流叠加在一起，汇成了强大的上升气流。在它的托举下，草原雕根本就没有俯冲发起攻击的机会。这就是群体的力量。
理湖用它的浩瀚水域支撑了一个巨大的鸟类生态系统，但是它却面临着一个自身无法解决的麻烦。夏天，阳光直射水底，在光合作用下，水生植物大量繁殖。到了9月初，疯长了一个夏天的水草布满湖面，如果不抓紧治理，整个湖泊就会沦为沼泽。过多的水草对湖泊是一种灾难，对鸟类却是一顿大餐。鸟儿们得到了大湖的恩惠，当然也很愿意为达里湖排忧解难。为了拍摄候鸟剿灭水草的行动，我们在北河口附近搭设了10几米高的空中平台，同时研发了接近湖滩的移动拍摄车。通过镜头，我们终于可以清晰地看到候鸟们的采食行为。长长的脖子是鸿雁最得力的餐具，它不仅可以用来争夺地盘，还可以带来新鲜美味。鸿雁将头深深地扎进淤泥，像挖掘机一样挖出湖底的水草根茎。失去了根茎的草被波浪带走，最终腐烂。鸿雁用这样的方式回报了大湖的恩惠。秋风渐起，草原由绿色转变成了金黄。恩和一家在夏季营盘生活了4个多月，他们终于要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。开春之前，附近的铁矿要出高价租用他们家的冬季牧场。而且一租就是30年。虽然老人和年轻人有着不同的看法，但是父亲巴特尔还是决定回到大兴安岭脚下的冬季牧场。这不仅仅是对以后生计的考量，更多的是对传统生活的眷恋。老三恩和徒步人赶着牲畜提前出发了。需要卖掉的牛羊已经出手，留下来的都是准备过冬的母畜和种畜。只要照顾好它们，明年的草原上又将有一批新的牛羊诞生。最后出发的是装载蒙古包的拖拉机。过去牧民转场需要几天或是10几天，现在变成了几个小时。还是那条路，还是那些人，还是那片草原，一切都在按照自然的节律循环往复，周而复始。高盐碱环境下的达里湖可谓贫瘠，盐碱滩上唯有一种植物可以生长，这就是碱蓬。
初秋，碱蓬的枝叶开始变红，把湖滨变成了一块红地毯。通过在高台上搭设的机位，我们发现碱蓬其实也在供养着一批数量惊人的食客。在对水草进行围剿之后，鸿雁大举进入了碱蓬的海洋。碱蓬的营养价值其实极为丰富，它的嫩叶里所含的蛋白质与大豆不相上下。而种子的脂肪含量更是超过了大豆1倍以上。几天后，数千只赤麻鸭也加入了食客大军。那些花白色羽毛的是今年才出生的小鸭子。想必榛子山岩洞里和白烟鳌包树洞中出生的那些小鸭子们，此刻也混杂在这壮观的鸟群中了。从空中看去，盐碱地就像是一个超级食堂，上万只不同种类的鸟在此同时进食，连喜欢吃鱼的红嘴鸥也混在里面，大快朵颐。鸟儿们的打劫行为其实对碱蓬也大有益处。碱蓬的种子会被鸟儿们带到更远的地方，让碱蓬在滩涂上不断扩张。鸟儿留下的粪便还能增加土壤中的有机物含量。在强风的催促下，秋天的脚步加快了。达里湖地区位于中国北方一个有名的风道上，火山台地上的风力发电机以最高转速输出着清洁能源。乘着强劲的西北风，梭羽鹤家族开始了最后的飞行训练。脑袋光秃秃的愣头青是当年出生的小鹤。训练小鹤需要全家上阵。为了防止小鹤掉队，雌鹤在前带队，2只小鹤紧随其后，公鹤负责殿后。经过2个月的训练，小鹤将要跟随父母一道，踏上6000公里的危险旅程。群体练习是从领头公鹤的起飞开始的，鹤群似乎是像听到了命令一样，一同腾空而起。梭羽鹤的终极目标是喜马拉雅山脉。倘若不想葬身雪山，它们必须具备惊人的爆发力，以接近垂直的方式提升拔高。这是世界上最小的鹤类与世界上最高的山峰之间的一场较量。湛蓝的天空中已经分不清大鹤和小鹤，毋庸置疑的是，小鹤的加入使鹤群变得更加强大。乘着强劲的上升气流，它们不断创造着新的高度，昭示着生命的力量。
大兴安岭悄悄改变着颜色，白桦和落叶松最先变黄。从树梢开始，秋天的颜色向下蔓延，直到把整个森林染成金黄。林间的灌木丛逐渐凋零，山丁子捧出了耀眼的果实。黑禽鸡收敛起调皮的习性，抓紧时间积累脂肪。好在处处都是食物，只要不是过于懒惰，寒冷的冬天也并不那么可怕。9月下旬，梭与鹤踏上了南飞的旅程。没几天，第一场新雪就到了。榛子山变成了一片银白。天鹅已经是今年第2次来到这里。4个多月前，它们曾经从这里经过。天鹅在北极圈附近的繁殖地与南方越冬地之间迁徙，达里湖是它们重要的旅行驿站。如今，大部分天鹅拥有了下一代，组建起了完整的小家庭。在飞往南方越冬地之前，它们将在这里度过一段幸福的时光。回到了湛蓝的湖水中，它们显得异常兴奋。这时的打斗主要是嬉戏。过了繁殖季节，它们不再需要那么明确的领地了。4个多月前，大湖尚未解冻，以水生植物为食的它们只能匆匆而过。这次它们可以猛吃一番了。借助高台上的摄影机，我们发现，体型魁梧的天鹅专门挖掘深水区的水草根茎。它们不仅拥有1米长的脖子，关键时候还能倒立起身子，将脖子伸进湖底，将水草斩草除根。一只天鹅一天吃掉的水草加起来有4、5公斤。它们才是达里湖的除草冠军。各种野鸭不远不近地跟在身后，这些来蹭饭吃的家伙，指望的是天鹅嘴边漏下的食物。大大小小的鸟儿们就这样一波一波地消灭水草，最终把清静还给了大湖。饱餐了一顿，天鹅们还不忘自我装点一番。天生丽质的它们，时刻不会忘记打扮妆容。达里湖的碱水正好可以洗干净身体表面的油脂，清扫羽毛上的污垢和寄生虫。灰色的幼龄天鹅不敢掉以轻心，它们随时随地的要练习飞翔。在各种游禽中，天鹅体型最为庞大，
无论是在水面还是在陆地上，天鹅都需要借助快速起跑，才能成功起飞。候鸟们只有让翅膀变得更加有力，才能够承受长途飞行的考验。每年来到达里湖的天鹅有4、5万只之多，它们将蓝色的水面装点成了一幅瑰丽的画卷。达里湖因此成为中国北方最美丽的天鹅湖。四周是无边的草原和连绵的沙地，可以料想，如果没有达里湖，本地的鸟儿们将会失去繁殖后代的家园。那些南来北往的候鸟，也终将迷失于困倦的旅途。很长时间以来，虽然地处年平均降水量300多毫米的干旱地区，达里湖一直是水波荡漾、鱼鸟云集。之所以它没有走向干涸，依赖于一种独特的补水机制。达里湖周边的4条河流为它提供了地表来水。更为幸运的是，达里湖是一座火山湖，它的湖盆拥有相当的深度，最大水深有13米，可以接纳广泛的地下来水。达里湖的南岸就有一个天然的造水工厂，这就是浑善达克沙地。沙地的降水虽然非常有限，但是点点滴滴都能得到保存。沙地由松散的沙粒构成，降水能够很快地渗漏，并且保存在地下，避免蒸发损耗。在显著的昼夜温差作用下，沙粒还能冷凝水分，从空气里截流出微小的水滴。这些水滴和雨水、雪水一样，也能够渗流到沙层底部。在地势相对低洼的地方，经过沙层过滤的地下水以泉水的形式汩汩流出。沙地不仅孕育了辽河上游的希腊穆伦河，还源源不断地把淡水输送给达里湖。正是这部分看不见的水源，成就了一座万年不竭的大湖。清晨，曙光微起，雾霭如纱。在轻盈曼妙的舞蹈中，天鹅开始了新的一天。有的忙着梳洗打扮，有的已经吃上了早餐。在父母的带领下，小天鹅的起飞动作已经练得有模有样。在这个迁徙的季节，进入成熟期的天鹅开始挑选终身伴侣。心有灵犀的默契是从身体语言的交流开始的，能否长相厮守，还要经过2、3年的考验。这么多的天鹅聚集在一起，不愁找不到伴侣，唯一的麻烦是缺乏谈情说爱的私密空间。这不，2对正在表达爱情的爱侣撞了个正脸，一场不必要的冲突就这样发生了。大部分的鸟儿踏上了南飞的旅程，留下来与天鹅为伴的只有赤麻鸭。在达里湖畔已经生活了大半年，它们还留在这里，执着地扫荡着残余的茧棚。在大湖的温暖怀抱中，时光似乎已经停滞。最早到来的赤麻鸭和最晚出现的天鹅都忘记了南飞的事情。
到了10月底，天气已经很凉。令我们欣慰的是，天鹅依然还在。只要达里湖还有开阔的水域，只要还能找到食物，它们就舍不得离开。天鹅把头深深地埋进羽毛，用宽厚的翅膀拢住身体，避免热量的流失。湖面风动速度逐渐加快，冰层从浅水区向深水区蔓延，把天鹅们的活动空间越压越小。终于，依依不舍的天鹅飞走了。空荡荡的湖面上，再也没有任何生命的踪影。阳光穿透森林，在雪地上画出了时间的脚步。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扫荡着阿斯哈图什林。青山山顶，白桦和油松再次成为造型独特的冰雕。岩臼也在以冰的形式积存着秋天的雨水，等待着下一个春天的来临。在持续不断的寒流扫荡下，达里湖冰层的厚度逐渐增加。当冰的强度足以承受重型机械时，达里湖的冬季捕鱼开始了。捕鱼队员们把冰面破开个口子，队长领头在冰口子前祭奠湖神，为湖神献上祭品3拜9叩，表达他们对大湖的敬意。冰面上温度只有摄氏零下20多度，冰口子随时就会冻结。队员们抓紧时间，齐心协力把大网推入水中。走竿叉子拨动着水下的船杆，渔网顺着冰眼的方向前进，船杆带动着2扇翼网在水下展开，形成了一个长宽大约为800米的巨网。渔网从冰下缓缓拉起，从出网的网眼可以看出，每个网眼都有很大的缝隙，进入网中的小鱼都可以由这些缝隙中逃生。达里湖很早就懂得有计划捕捞，从不一网打尽。在人类获得丰富渔产的同时，华子鱼家族依然兴旺发达，这也许是一个两全其美的结果。在别处已经销声匿迹的蒸汽机车穿行在山间，这是当地为了发展旅游业引入的观光项目。这其实寄予了一种新的期望，用发展生态文明的思路来重新审视我们的行为。经历了1万年的自然演化，如今的克什克腾不仅是一座中国北方色彩斑斓的世界地质公园，还是一处生命繁盛的野性王国。在这看似平凡的世界里，隐藏着很多地球级别的自然遗产与生命奇迹，它们都是中国，也是世界上最有价值也最值得珍视的财富。值得庆幸的是，这一切就在我们的身边。
温暖的蒙古包中，恩和家有了新的家庭成员。他的名字叫做巴音纳木尔，在蒙古语里，巴音的意思是富饶，纳木尔的意思是秋天。亲人们希望他未来的生活能够像秋天的草原一样富足。生命的意义在于延续生命。为了我们的后代，我们到底应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？一首古老的蒙古族歌谣，也许是最好的回答。照顾好给你水喝的小溪大河，照顾好供你呼吸的空气，照顾好养育你的土地。尊重生命，因为你就是生命。